大家好，今天來介紹一個 Obsidian 用來產生 Anki 閃卡的新的外掛，叫做 Anki。Anki 最主要的優點就是它是非常的簡單的，能夠透過資料夾跟筆記檔的方法就能夠來產生需要的 Anki 閃卡。它的邏輯比較簡單，就是一個 Obsidian 的筆記只會產生一個 Anki 的筆記，然後再根據筆記的類型就可以產生出一個或者是兩個的 Anki 的卡片。透過這個筆記檔案的形式，就可以很容易的來組合出需要的複習的內容。比如說我們在學習英文單字，英文單字呢會根據英文的單元分成很多個資料夾，例如我們有英文的第一單元、英文的第二單元，一直到英文的第六單元。那每一個單元都是獨立的一個資料夾，每一個資料夾都可以獨自的來學習。但是當期中考到的時候，我們就可以把第一單元到第三單元裡面的檔案複製到另外一個新的資料夾，再產生出這一個可以3個單元一起學習的資料夾，到時候就可以產生出一個獨立的牌組，也就是我們到時候就可以透過這一個獨立的牌組來學習第一個單元到第3個單元的英文的內容。這樣子的方法就可以很容易的讓我們來組織需要的這一些閃卡的資料了。那在今天的影片裡面，首先來介紹 Anki 它的使用的重點，最後再用國中7年級英文單字來展示怎麼樣子來產生出基本型和反向卡片的一個操作步驟。因此在後面呢会展示完整的 Anki 的操作步驟，同時会安裝2個 Anki 的附加元件，會安裝 Anki Connector 跟 Awesome TTS。Awesome TTS 用來自動產生出語音的內容，所以我們在產生筆記的時候就不必再自己去額外下載語音檔了。那以下我們就先來看一下 Anki 筆記製作的一些重點。Anki 外掛最基本的原則就是一個 Obsidian 的筆記就會形成一個 Anki 的筆記，那因此我們就可以透過這樣的方法來製作不同的筆記了。在左邊這邊可以看到，我有一個資料夾叫做060-Anki， 那我所有的閃卡的設定通通放在這個資料夾裡面。那因此我們在 Anki 的設定裡面就必須來指定這一個資料夾是我所有的 Anki 的筆記的一個資料夾。我們在這邊輸入 Anki， 進入它的設定畫面，它的第一個設定就是所有閃卡的資料夾必須在這個地方來指定它的一個名稱。那因此我們在最上面定義了一個060-Anki， 就可以把這整個資料夾的內容同步到 Anki 的應用程式裡面。如果我們希望是這個資料夾裡面的某一個類型才需要同步的話，就可以來更換這個資料夾。那到時候在做同步的時候，就只會針對這個資料夾。因此假設我要只輸出英文的第一單元的話，我就可以把這個資料夾換成是這一個資料夾。那這樣子到時候在做同步的時候，就會只輸出7年級英文上學期第一單元的內容。這個就是可以使用這樣子的方法來做資料夾同步的一個設定。我們來看一下 Anki 筆記它的幾個卡片的類型，它只支援4種筆記類型，它並沒有支援所有的類型。有基本型，然後含了反向卡片的基本型，還有基本型但是使用輸入答案的方法的這個卡片類型，還有克漏字。目前 Anki 只支援這4種筆記的類型。基本型它的語法很簡單，首先我們先輸入正面，最後面是再輸入背面。那正面跟背面中間呢，就使用3個減號來做分隔，這樣子它就會形成一個基本型的卡片。第二個含了反向的卡片，它的格式也很簡單，只要用2組的3個減號把正面跟背面給分隔開，這樣子它就會自動形成是含了反向卡片的基本型。我們可以來看一下下面這個範例，我的正面是 Fox， 因為 Anki 可以使用所有 Markdown 的格式，因此我們就把這個 Fox 最左邊呢加上了一個井號，表示它到時候显示會用一級標題的方法來顯示這個英文的單字。接着後面我們用2個3橫線來做區隔。那它的這個背面首先就是一個圖片，然後後面才是它的文字的內容。這個文字的內容有它的中文的解釋，還有它的 KK 音標。它形成的閃卡的內容就是像這個樣子，正面就是英文字，然後在背面呢就會有一個圖片跟解釋。那這邊你可以看到有一個播音的符號，這是透過 Awesome TTS 這個附加元件自動附加進來，因此我們就不必自己去下載語音檔，它在播放的時候直接就會把這個語音檔給內嵌到你的閃卡裡面。這個是第2個卡片類型，
含了反向卡片基本型。後面有一個輸入答案的，就是用2個底線把要輸入內容給輸入進來。然後第4種是克漏字，只要在克漏字要填空的那個欄位的前後用2個波浪號來把它加起來就可以了。同樣也可以使用2組的3橫線來讓它變成是反向卡片。那目前 Anki 就支援這4種卡片形式。下面的範例是直接使用含了反向卡片的基本型來做示範。Anki 外掛它的設定也很簡單，主要就是要把閃卡筆記所在的資料夾給輸入到這個 Flashcard Folders 這個設定裡面，這樣子基本上只要設定好這個就可以了。那後面的內容呢，各位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自己來做選擇。那以我來講，我就是只有改变了第一個資料夾的設定而已，後面都是使用原來的預設值的。那要做同步，就是用 Ctrl P， 然後直接找到 Anki 的同步的指令，就可以把 Obsidian 的筆記同步到 Anki 應用系統裡面了。接着我們來看一下 Anki 的操作。那為了要避免你的這個 Anki 的內容跟你以前已經建立好的牌組混合在一起，我會建議大家先做一個新的設定檔。每一個設定檔就是一個獨立的工作環境，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建立多個設定檔。比如說我們只要進入設定檔以後，再使用這個新增，再輸入一個新的設定檔的名稱，它就會自動形成一個新的設定檔了。到時候新的牌組就可以放到新的設定檔裡面，以免跟現有的資料混雜在一起。另外一個提醒，建議大家最好使用 Anki 的最新版，以免會跟現在比較新的附加元件會有一些不相容的狀況。做一個完整的展示。現在我的 Anki 系統已經啟動起來。首先我們就是從功能表的檔案裡面去選擇到切換設定檔，在設定檔的視窗裡面再點擊新增，再輸入一個新的設定檔的名稱。假設我輸入 Grade 7，表示是7年級，然後點下確定，接着再點擊這個 Grade 7，然後再點擊打開。這個時候就會出現一個全新的設定檔的工作環境了。可以看到所有的牌組全部是空的。那這個時候接着來安裝附加元件哦，因為 Obsidian 要把筆記的內容給同步到 Anki 裡面來，所以我們必須要使用 Anki Connect 這個附加元件，這樣子 Obsidian 的內容才有辦法匯出到 Anki 裡面。附加元件新增的方法就是先點擊工具，再點擊附加元件，在這個地方呢再點擊取得附加元件。在這裡如果我們不曉得代碼的話，就是直接點擊這個瀏覽附加元件，它會使用瀏覽器直接把附加元件的網頁給顯示出來。在這個地方再輸入 Connect， 再點擊搜尋，你就可以看到這個 Anki Connect 呢，就是出現的第一個附加元件。點擊一下，它這邊會有一個附加元件代碼，就可以把它給選取起來，再按下 Ctrl C， 或者你直接從它的網址裡面的後面的這一組數字，其實也就是它的代碼。所以你從這邊複製，或者是從網頁裡面複製，都是可以的。那有了這個附加元件代碼以後，我們就可以切換回 Anki 系統，然後將這個代碼呢給按 Ctrl V 給貼入進來，接着再點擊確定。好，這樣子我們已經看到它已經安裝成功了，我們就點擊確定。那我們順便把 Awesome TTS 這個元件也給安裝起來。因此我們再回到上一層這邊，再來搜尋，輸入 Awesome，再點擊 Search， 可以看到 Awesome TTS 就是第一個選項哦，再點擊一下，然後再直接拿網址的這一組數字把它給複製起來，然後再回到 Anki 系統，再點擊一次這個取得附加元件，再把代碼給貼進來，再點擊確定。這樣子2個附加元件都已經安裝成功了，就點擊確定，然後記得要重新啟動 Anki 系統。因此我們先把 Anki 給關閉掉，接着再來重新啟動它。各位看到我這邊有啟動錯誤哦，這個是因為我先前安裝過的 FastWord Query 哦，因為版本的關係哦，它已經不相容了，我必須要下載新的 FastWord Query 3才可以正常的啟動它。因為我們目前不會使用到這個附加元件哦，因此我們就忽略掉它就可以了。這個時候我們已經在 Grade 7這個設定裡面，然後裡面的所有的牌組全部是空的。再回 Obsidian 看一下我們要匯出的這個 060-Anki 裡面的內容是不是都已經產生了哦。我們可以看到我在這邊都已經有產生好我需要的這些文字，開
一下這個 Fox 筆記，各位可以看到，這個就是一個標準的 Obsidian 的筆記。這邊有一個一級標題的 Fox， 然後有2個3橫線，接着是一個圖檔，最後再中文解釋跟 KK 音標。那這個就是一個 Obsidian 的筆記，它會產生出2張 Anki 的卡片。我們要把這些內容給同步到 Anki， 就是點擊 Ctrl P 或者是 Command P， 在命令面板裡面輸入 Anki， 就可以找到這個 Sync Fresh Card Notes to Anki， 然後直接執行它。注意看右邊哦，它就已經開始在做同步的處理了。最後同步完成以後，它會顯示出到底同步了多少張的筆記這樣子的訊息出來，可以到 Anki 來看一下。可以看到它已經有牌組產生出來了。同步到 Anki 的筆記，它會自動產生出 Note ID 的頁膜的欄位，然後同時它會把這個內容給顯示出來。可以看到右上角已經顯示出了，它已經同步了214張的 Anki 的筆記已經建立成功了。那這個時候呢，我們就可以再到 Anki 裡面來直接點擊瀏覽來測試看看。好，在這個地方呢，就可以直接到牌組這邊啊。比如說我現在到這個地方，這個就是我們在這個瀏覽的畫面裡面的。那我們可以來找一下我們的範例 Fox 這一個英文單字，這個就是我們產生出來的卡片。點擊這個預覽看一下。那各位可以看到這個 Fox 呢，剛剛的 Awesome TTS 並沒有產生出來，這個是因為卡片的模板並沒有把 Awesome TTS 的欄位給加進來。那因此我們點擊關閉，回到主功能表這邊來，在主功能表的工具裡面點擊這個管理筆記類型。各位可以看到 Anki 會產生出自己的牌組。現在這個含的反向卡片呢是這一個第2個，就點擊了這一個含了 reverse 的 card 的筆記類型，再點擊這個卡片，在這個卡片的編輯內容裡面來新增 TTS 的欄位，要把語音檔呢放在這個正面模板裡面，因此在這個正面模板裡面來插入 TTS 的內容。點擊了換行以後，就可以直接點擊最下面 Add TTS。在這個 Add TTS 第一次的時候，在這個最左邊呢是 TTS 的語音引擎，在這邊要先設定好一個內容。目前因為還沒有設定過，假設就是要直接使用 Microsoft Speech API， 而且要使用 David 的這個聲音的話，就直接點擊 Save。那我們就使用它的預設值，點擊這個儲存，直接點擊確定。這邊有出現了一個 Microsoft David 的 Desktop， 才表示這個語音引擎的設定已經完成了。再來右邊來設定正面模板的欄位，這個 TTS 的欄位呢是要放在正面，因此把這個 Field 改成 Front。有了 Front 以後，再把這個 Language 改成英文，我們就找到這個 English US， 這邊都選擇好了以後，直接點擊 Insert into Front Template。好，再點擊確定，這個時候各位就可以看到這個內容就已經產生在正面模板裡面了。我們可以把這個內容給複製起來，按下 Ctrl C。這個卡片是正面到背面的卡片類型啊，不要忘了還有一個反向卡片要設定，因此點擊這個下拉選單，再選擇到 Card To， 這個就是背面到正面。這個正面模板是要顯示背面的內容，也就是這個圖片跟中文解釋還有音標，播音是要顯示在Front， 因此我們點擊這個背面模板，然後把剛剛的這個內容直接貼進來到後面，或者是你直接再點擊這個 Add TTS 再做一次也可以。這樣子就已經把 Card 1跟 Card 2有關於 TTS 的語音的設定已經設定好了，之後再點擊儲存，這樣子我們就已經設定好了。接着我們再來重新來做一次瀏覽，一樣找到這個 Fox， 這邊其實沒有看到有什麼語音的內容，但是我們直接點擊預覽，各位看到這個語音播放就已經出現了。剛剛出現的時候就會有 Fox 這語音出現了，我們也可以點擊一下，背面是這個樣子，再點擊一下，這個是出現背面，然後接着再點擊讓它出現正面，這個就是 Card 2的內容。透過這樣子的設定，就已經可以把這裡面所有我們設定好的英文給產生到 Anki 裡面來。各位可能會覺得我這邊要設定很多英文，這樣子一個一個的筆記在 Obsidian 裡面來建立，不是效率很差嗎？其實我有另外用 AutoHotkey 寫了一個專檔程式，它只要讀英文就會自動到字典的網站裡面去把它的中文解釋跟音標給產生出來。那這個有機會的話，下次再跟大家講解一下這個 AutoHotkey 的腳本是如何撰寫的。今天就是介紹 Anki 這一個外掛，它可以很容易的讓我們來控制 Anki 裡面的聲卡資料，希望對於需要做好記憶學習的朋友會有一些幫助。如果各位覺得我介紹的 Obsidian 技巧對於你在使用 Obsidian 上有幫助的話，請各位記得按讚、分享、訂閱，謝謝各位。